打当初苹果推出 M 芯片之后，我真的是大受震撼，对吧？我觉得这太棒了，这发布会真不错，这不就是未来的电脑吗？所以我一咬牙，花了大概20万的预算，把我们公司剪辑的电脑在1年间都换成了 M 芯片，像 MacBook Pro、M1 Max、Mac Studio、M1 Ultra， 还有 MacBook Air， 各种，我们打算全部走向 Mac。然后现在2年过去了，如果你来我们公司，你会发现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打脸的状态。我们公司的 PC 又慢慢的多起来了，甚至已经超过1半的数量了。这玩意你问我脸疼吗？我疼，但是当初我从 PC 转 Mac 也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对吧？这你得听我辩解。只能说每年 Mac 和 PC 方都会给你搞出一点小的花样、小的进步，让你觉得你会更倾向于他们的另一方。所以说在2022年今天这个时点，我们又可以来聊聊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说你要做一个 UP 主或者一个职业的视频工作室，用 PC 和 Mac 的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在交了这么多学费之后，我想我们应该是挺有资格来讲一讲这个。首先我先来列举一下我们公司目前的电脑大概是这样分布的。 Mac 方面，公司涵盖了苹果所有的 M 系列芯片，我们居然集齐了。那 PC 方面，我们的 AMD 和英特尔的 U 基本上是5-5开，特效 AMD 会多一点，剪辑的话英特尔多一点。主板基本都是华硕的 ProArt、TUF 还有 Workstation 的专业板子，剪辑基本上都需要主板带有雷电接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选择。那显卡方面，我们则是全系的英伟达，从 RTX 220到最新的40系列基本都有。存储方面，我们没有配置太多的机内存储，而是用了多台服务器，通过 SMB 协议用万兆光纤来完成所有的数据交互，所以 Mac 和 PC 都可以连接，还算不错。那用的生产力软件我也得列一下，大概是这样，总共分为几类。剪辑软件我们用的是达芬奇，有时候会用一点 PR。特效和动效的软件总共有5款 ，Blender、Houdini、AE、C4D 还有 Nuke。办公协作我们用的是飞书。那编程方面，我们目前闪电分镜开发的主要是 Web 端和 iOS 端，所以我们用的是 WebStorm 还有 Xcode 这2个软件。那在当前经过我们这么2年的使用以后，我让公司里面的各个技术专员都做了一个反馈表，结果大概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在 PC 上体验排布大概是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一点，而在 Mac 上面会比较极端一些。好用的是这些都排得挺高的，那别的呢都会很低，都是不能用或者是用一些时间就会让你皱起眉头的软件。那目前我个人认为 Mac 适配最好的软件是达芬奇，所有 M 芯片都跑得很舒服，所以无论是回放 H264 或者 H265 的素材，或者 ProRes， 它都能够利用到 Mac 这些加速核心来给你一个非常流畅的体验，没有任何问题，真的好用。但是我要开始说但是了， Mac 过去引以为傲的回放性能，在我们2年使用下来之后，反而觉得这是它问题最大的地方，最不应该大肆宣传的。这个问题会出现在不是 ProRes、H264 和 H265 的编码上面，尤其是各种 RAW 的文件，比如说 Red 的 R3D 文件、佳能 Cinema RAW 文件。2年了，我们各种评测里面都有提过，我当初以为是会被修复的，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怎么抱信心了。只要这种素材一出现在时间线上，那不管你是什么加速核心，你都会看到你的画面就会变成这样的卡顿。所谓的不需要做代理或者不需要做任何缓存就能流畅回放的这个说法，在我们公司里面现在就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公司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离谱的状态，就是所有的素材几乎都要转成 1080p 的代理才能够有一个流畅的体验。但是既然都转成代理了，我给你看一下，用这个配置的电脑它也一样可以流畅的剪辑。那我花这么多钱买这些高性能的电脑，我为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就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来看 PC， 当时促使我去选 Mac 的核心原因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因为它能够硬件解码 H265， 丝般顺滑，索尼的新的微单、GoPro、大疆很多都是 H265 的文件。那几年以前 PC 端对于10比特422的 H265 是没有硬解能力的，导致当初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用 PC 剪片是根本没法剪的，直接卡到飞天。但是现在2年过去了，现在到了13代的酷睿，它也有了硬解 H264 还有 H265 的能力。那现在我们再来做一次导出，你会发现这和2年前我们对比的转码速度差得太远了， PC 就明显追上来了，甚至超过。所以这是使我自己开始动摇的第一因素， PC 的进步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反倒这2年，如果你关注我们动态的话，你会经常看到我们发动态说新的视频导出出现了问题，或者我们视频进行了换源，修复了各种的 bug。那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真的不是我甩锅，它的故障就是由于 M 芯片导致的。在这2年用 Mac 的过程中，我们最常遇见的问题就像这样的画面碎掉。很多时候我们视频都是因为赶着最后的时间来导出的，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导出来的画面就是这样的，就是完全碎掉了。这并不是 B 站把它压坏了，而是它导出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过去进行了巨量的排查，换了服务器，换了各种编码，但是最终问题就是在 Mac 的编解码器上面。所以说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偶发的现象，不是特别频繁，但是一旦发生的话，你几乎没有办法去解决它。
所以现在我们的导出方案就变成了用 Mac 先导出一期 ProRes 422HQ 的超级大母带，然后我们再用这台上了4090的转码机，用 NVENC 的这个编码器来编码。英伟达这个别的不说它好吧，这个编码器是真的挺猛的，这也是我目前最推荐的上传到互联网的编码器。同样码率之下，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这两者的差异，已经来到了一个你肉眼也可以明显看出来的区别，在编码速度上面也都是摆着的，这就是差距。其实单纯论导出速度，我觉得 Mac 也黑不得，确实也还挺快，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一个功能是在我们工作流里面始终绕不过去的一环，就是降噪。而这个对于 Mac 导出速度的影响非常大。一旦你开上降噪，你就会发现达芬奇即便是经过了多次针对 Mac 的优化，也还是像这样一卡一卡的，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如果说你以4090或者3090、3080各种 PC 来进行回放的话，效率差距会变得非常巨大。而别的利用神经引擎的算法 ，Mac 表现都会稍微好一点，没有这么拉垮，和4090速度会有差距，这也可以理解，但是至少不会有这么巨大的断层。所以最终说回来，你问我 Mac 好在哪，它总不可能全部好，对吧？那也确实，我想了一下，最终有4个理由让我可以来为 Mac 辩护：杜比世界 HDR 制作、AirDrop、省事、优秀的文件管理以及长续航。这是我的结论。尤其是 HDR 制作 ，MacBook Pro 以及现在的 M2 iPad 确实就是最好的 HDR 工具，甚至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 PC 能做 HDR 吗？那当然也可以做到，但是你需要挑一个符合条件的显示器，还需要进行角色整体的色彩管理，相对来说就是一笔比较高的沉没成本。我们试过，但是一直都不怎么成功。特效和动效制作方面，我会说 Mac 用来创作动态图形，比如说 AE 做一些动效、2D 的合成、3D 的包装、C4D 还有 Blender， 我们现在综合用下来没有任何问题，很快很舒服，很多插件也都已经适配了。那只不过今年我们开始进一步扩展特效的业务，特效和动效是不一样的。胡迪尼开始更多的进入我们的工作流，即便现在有了 M 芯片的 Mac 版本的胡迪尼，兼容性还有性能差距就还是摆在这里。我们目前的主力军还是靠这台华硕的工作站来运作，24GB 显存的华硕4090显卡，256GB 的内存，5995X， 整台机器的价格也基本上突破我们采购电脑的新高了，真的贵。但是它性能就摆在这里，我们用胡迪尼渲染一帧的画面，在以前 3900X 加上3080电脑上渲染一帧的时间大概是2个半小时左右。你现在可以猜一下，在 5995WX 加上4090上面大概是多少时间？15分钟，只要15分钟，就我这真的服了，整整有10倍的差距。所以这样一比的话，就很明显，都不用说了，原本需要留7、8天左右的渲染时间，现在只需要1到2天就能够全部搞定。那省出来的时间，你再干点什么不好，对吧？还可以加几个镜头。现在对于 Mac 的瓶颈，其实最终我们讨论下来还是在内存之上。超级大的 3D 场景多多少少会出现炸存储的情况。之前我们一点点不一样，就有一颗镜头是全部做完了，但是最终因为电脑算不出来，而导致我们白忙活几天，没有赶上我们的进度。M 芯片的 Mac 目前最大的内存也就是只有128GB 内存的 Mac Studio， 而且是一个统一内存，内存和显存共用。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超高端的 PC 优势还是摆在这里，也没法被替代。那至于 Mac 能不能翻身，那我只能说期待一下性能更强的 Mac Pro， 我估计应该还是挺猛的，但是谁知道呢？其实到这里，我想你也应该会有个明确的答案。在当今我们公司 ，Mac 和 PC 基本上都是没法割舍的，各有各的优势。那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让我一定给个建议，到底买台 PC 还是 Mac 好？那我现在会说，如果说你是个办公室白领，以文字工作为主，那选择一台 MacBook 挺好的。就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办公室里面真的会有这个电脑鄙视链，或者说电脑的这个不同的看法，挺神奇的，但它就是存在。或者说你做 HDR， 那 MacBook Pro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东西就选它就行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学习影视特效，或者想接触游戏，比如UE5各种引擎，并且需要处理大量高分辨率、不同编码素材的人，那就是 PC， 这没错的。所以PC 我又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反复横跳吧也不丢脸，最多给你多一个梗让你来笑话我，但是这都是赚钱的工具，能赚钱就行了，对吧？厂家之间竞争永远都会在，10年河东10年河西，这很正常，经常都会有。那反正有我这种冤大头在，你再买这些东西两边都买，至少你在花钱之前能有我作为一个参考。总之我们公司目前就是一个尴尬的状态，一半一半，我们可以再拭目以待看一看，过半年以后我们公司的电脑会在一个什么状态。反正这个话说得好，对吧？就不要看这些博主说什么，要看他们到底在用什么。所以现在你在用的是 Mac 还是 PC， 或者你想买的是 Mac 还是 PC，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